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沉默的王一博迎来热烈，在热烈中，王一博饰演陈硕，依然是一个台词不多的角色。他执着追求街舞梦想，在空荡荡的末班地铁上练习头转，在夜深人静打烊后的餐厅一遍一遍摔倒。为了还清家庭债务，他身兼数职，清早在家里的杜莎夫人腊味馆帮忙，白天跟着谢哥的剧团接演出，夜里去修车铺洗车。在这些事的间隙中，他会腾出时间来观看街舞视频。方便腾出一片空地的话，他会练习新的舞蹈姿势。然而生活上的困窘与家庭的负担并不让他为难。一旦身处两难之间，将所有的困难都接下，只要坚持就会看到胜利。毫不犹豫，毫不自我怀疑，纯粹到有些极端。如此极端的角色，话也极其少。陈硕在整个电影里说的话可能不超过30句。热烈，豆瓣目前评分7.3，目前已有约20万人标记看过。沉默的王一博迎来了掌声。沉默，这首先是一个人物设定，但打造这种人设是剧情上的一种取舍，亦是导演对于这位顶流级年轻演员的合适引导。01沉默者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他不主动与人搭话，像一个自动聊天机器人。和他打声招呼，他反应一下；主动搭话，他就顿一顿再回复。初登场谢哥送鸭脖，买菜时阿姨让他转告母亲常来玩，商演时被女主角认出来，在后台紧张需要教练鼓舞。新的场景，新的事件，都是对方先开口。这几乎覆盖了他与人交往时的大多数情况。他一直在说我可以。Kevin 撤资，惊叹号面临场租无法负担的问题，丁雷黄渤决定通知陈硕，在天台上独自和他谈，不必当替身了，这里不再需要你。陈硕这个角色的第一反应不是沉思以消化这个震惊的消息，也不是立即用言语去争取，而是戴上头转帽，展示一下自己的练习成果。至此，丁雷对这个一腔热血的小伙子的行动的态度由意外转为欣赏。在对话正式开始前，其基本态度已经转化为惜才而非缩减开支。随后陈硕说，我来这里21天了，我觉得我是有进步的。您要是觉得我学得慢，我可以再快一点。陈硕的话很急，连珠炮的往外蹦，不善言辞但又不知所措的人，就会开出无限妥协的条件。我可以当陪练、做饭、遛狗、播《甄嬛传》，只要能留在惊叹号。02引入喧嚣，导演是如何让他的沉默成立，降低违和感的呢？选用喜剧演员在文戏时打哈哈。初次和家人一起吃饭时，母亲宽慰他，商量长相帅气要不要去试着做主播，基因不错不要糟蹋了。其实陈硕此时有些难做，追求梦想的窘困，和家人希望自己过得轻松一点的建议，哪怕只是开玩笑。然而导演此时没有把镜头给到陈硕，而是镜头转向小舅岳云鹏饰演。台词与邋里邋遢形象对比带来喜剧效果，岳云鹏在嬉皮笑脸的跟上一句自嘲，随后轻轻带过，闷头吃饭。沉默的陈硕仿佛度过了一次家庭餐桌危机，在3人及以上的吃饭的戏中刻画群像。一次是终于融入惊叹号，被大家接纳，在舞房吃饭。陈硕终于不必在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埋头苦练，而是笑容满面的旁听大家喜欢街舞的原因。第2次是一次成功的演出之后，来杜莎夫人腊味馆办庆功宴，队友出于家庭原因决定退出，大家手脚配合打节奏欢送，丁雷打圆场，陈硕话也不多，镜头也不多。在结尾热舞中，不再以陈硕的视角叙述故事。在这几场比赛中，
几乎转为群像刻画。陈硕只是在音乐停了的突发事件中喊队友给自己打拍子，在 Kevin 的挑衅时回一句放音乐吧迎战，其余时候他只是跳舞，舞蹈是他的表达，通过解说员翻译给观众听。大家欣赏炫酷的街舞动作，感受到一直沉默的角色的激情，自己也得到一种释放，把沉默者引入喧嚣中，他的沉默也就变得不那么显眼，一种扬长避短。03，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饰演一个沉默的陈硕，当然有很多好处。首先是观众不容易出戏，眼神稍显薄弱，就干脆减少眼神对峙的戏份，简化人物的情绪塑造，变成一个极端的、纯粹的人，是藏拙，也是出彩。在得到5000块1个月的街舞替身工作机会之后，回家的地铁上，陈硕的手臂荡着地铁拉环，满面春风，眼角也带笑意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年轻人第一次得到理想的工作机会时的憧憬与兴奋，用这些表情和工作来刻画就足以接近王一博个人的生活经验。导演大鹏说，王一博是街舞圈大神们一致推荐且最适合的片中陈硕的扮演者。他在这就是街舞担任明星队长，有热爱也有实力。片中扮演一个沉默的、闷头练习、追求梦想的舞者，算是本色出演，在熟悉的事物中周旋，表现自然会更松弛。当然也有坏处，当一个角色不怎么说话，角色塑造的重心就落在他的动作和表情的呈现。陈硕的表情平淡，全片几乎只有沉思、坚定、憧憬、振奋和悲伤5种表情，而前3个表情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台演程度的差异。他的表情在表演全程中几乎没有递进，几乎没有人物弧光，从头至尾陈硕这个形象几乎没有成长，没有变化。他全程在说我可以，他的生活因为惊叹号的替身工作而发生了巨大转变，但他并没有不再去支持剧团，并没有在繁重的练习之外辞掉洗车的工作，而为母亲搭把手的帮忙，也没有任何疑问的继续。看电影时，你禁不住要问，他不累吗？他不会被压垮吗？几个月内就要从爱好者变成专业运动员，参加全国大赛，他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自我怀疑。虽然经不住让人细想推敲，但我认为这是导演大鹏的取舍所在。人物的成长有赖于心理活动的刻画，电影的篇幅和主旨可能都不允许这么做。如果着力叙述其变化的心路历程，本片可能就没有如此简明易懂，更可能因为想讲的太多而变得混乱。大鹏把复杂的角色给了黄渤，把这个纯粹的小伙子交给王一博。丁雷宽慰在后台紧张的陈硕，表演的重头戏在黄渤。是陈硕沉默地坐在楼梯上焦虑，丁雷走上来主动搭话，说起上台尿裤子的糗事和穿戴纸尿布的习惯。他只是惊讶，丁雷坐下，告诉他在这种时候要接地气，你相信舞台，舞台就会相信你。陈硕追问2句，得到答案后目光由犹疑转为坚毅。相较于黄渤每一条皱纹都有戏的丰富的面部表情，王一博的反应显然稍许呆滞，但是角色设定中就有沉默、迟缓、执拗的色彩，此刻的沉默反而也能深化这个角色的形象。在程耳执导的《无名》中，王一博饰演的叶先生也是一个寡言少语的角色，有人盛赞他在片中上海话、日语都原声出演，但与梁朝伟对戏时眼神确实显得少许薄弱。但作为一个卧底，他在应对许多突发事件时都保持淡漠和波澜不惊。这样的角色设置让这份沉默有了些许可信度。近2年在正剧和古装剧中，王一博总是扮演一个冷淡、沉默、体面、精致的角色。看似是不同类型的影视作品，但角色都大差不差，这或许与剧本有关，
有无可奈何之处。沉默让他融入剧本时更加顺畅，但或许也会让进步的空间缩小。每当合适某一类型的角色，套路化、脸谱化似乎变成演员轻易踏入的河流。自爆火之后，手握优厚的影视资源的王一博，其能力与匹配这样的资源尚且存在一些差距。2024年成尔新片《人鱼》，王一博和王传君主演，可以等等看。